各位啊，我现在已经回到了东京啊。昨天呢，我们是下午2点钟左右决定去奈良的。从东京开出去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是5点半6点了。那么等到了奈良的时候，已经是午夜12点了。我们当时第一站呢，就到了奈良县立医院，因为当时安倍受伤之后呢，第一时间被用直升飞机运到了这家医院接受治疗。那么我们在路上的时候知道安倍呢已经是不在了。但是他的遗体呢还放在这家医院，然后呢有消息说呢，那么他这遗体啊在当天晚上，也就昨天晚上呢，有可能从这家医院呢运回到东京，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啊能够看到这个场景。我们在一路上走的过程中呢，也有媒体的报道啊，就说现任的首相岸田，还有包括安倍的夫人呢，都赶到了这家医院。那么我们到这家医院门口的时候呢，大概是12点20分左右。那么这家医院呢，一共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那急救中心本身呢，急救车进去的那个口，门口也有很多媒体记者啊在拍摄。还有一个口呢，就是那个急救中心的那急救车往出的时候那个口，那个口的媒体记者要更多一些。当时呢，我们到那个现场啊，一开始是在那个进口那个地方蹲守，我们希望能够拍摄到那个安倍首相那个灵车啊离开的场景嘛。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有人讲说这个安倍的灵车啊，大概在1点半左右啊，会从这个医院出发，然后呢返回东京，安倍首相在东京的自己的家。但是我们一直等啊，等到1点半也没出来。这时候网上又有消息说3点钟，然后呢这两个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口啊。后来呢，我就决定进医院呢去摸摸情况啊，进医院里头去看了一下。看了那个地形之后呢，我们确定啊，应该就是在那出口那个位置出。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机器就搬到了出口那个位置去等，一直等到早上的5点半，安倍的灵车从里开出来。安倍的灵车是一个加长版的加长版的林肯汽车，也是从东京开过去的哈，有人说啊。然后呢，他的夫人就坐在那个车里头，跟他一起开回了东京。前后一共4辆车。在这个灵车即将要出来的时候呢，就出来一批警察。警察呢就把门口的排队啊，就搭着梯子在那拍的这个记者啊，都给清到两边，把这个道路中间腾出来一块，然后让汽车呢能够开出来。拍完这个场景的时间大概也就是5点半。后来呢，我们就直接去了安倍遇刺的现场，那是在一个西大寺那个地铁站的旁边有个广场。昨天呢，也就是安倍在那个地方演讲，被人在后面2米左右的用那自制的土枪打了2枪，现在还有人说打3枪的啊，就是不同的说法。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不幸的罹难了。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人已经摆上了一个献花台。那献花台上呢有一些鲜花，然后鲜花旁边还有一些水。日本人祭奠死者有一个非常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这个习惯，就会在那桌子上摆很多那矿泉水啊，还有茶水啊，个别的还有1-2瓶酒放在那里面。这个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习俗啊，他们就说就希望死者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喝水。现场我们也想采访一些人，但是他们一个是我自己日语也不太行啊，另外一个日本人好像不太对采访不是特别的愿意配合，所以我们也没有采访到人，也没有打扰啊。这是第2个场景。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比较早，所以在现场献花的人还不是很多，因为6、7点钟嘛。但是后来我听我们的同事讲，在中午左右的时候，那现场献花的人就非常多了，那队伍的排了有几十米啊。那么很多人都在自发的买花去献花，据说也有不少中国人。
但是因为我们有急事儿，就没有办法呀，要赶下一个采访地点，就没有在那个地方继续驻留。但是别人把视频传给我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现场还是挺令人触动的。一个政治家啊，当然因为这种方式离世呢，本身格外令人同情。但是他如果没有非常高的民意，也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民众啊自发到现场去悼念。在现场，我看有些人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都流了泪。这是第2个地点。第3个地点就是那个嫌犯的家。这个嫌犯呢住的地方离这个遇刺的地点也不太远，那是一个公寓楼，一共有8层，他就住在8楼。在前一天，警察到他们家搜查的时候，在他们家发现了好几把这种自制的土枪，而且还发现了爆炸物。于是呢，这警察就把那个楼里的其他的居民都疏散了。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呢，那警察在门口还在值守，我们就问他，就说这居民都回来了吗？他说他也不太清楚，因为昨天他们搜查完现场之后，就说这个这个楼啊安全了，但是有些居民可能还没回来。那么那个爆炸物啊，我猜啊，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自己啊制造那个散弹那个部分使用的，因为他那个枪本身不是持证的枪嘛，自制的土枪嘛，那么的散弹他一般呢他也搞不到的，所以他可能就是自己来做，就用一点火药啊，往上放一些铅弹呐，然后最后搞一个激发装置就能打了。所以昨天你看在现场那个场景的时候，他打出来那个枪之后，那现场那硝烟弥漫啊，就很像是一个自制土枪，包括那个散弹都是自制的。这个凶手呢，今年41岁，好像当过几天的海上自卫队啊。据昨天的媒体报道呢，就是说他是因为安倍跟有些宗教团体关系啊比较密切，他不满意，然后呢他就决定把安倍给刺杀了。这听起来这个人好像是神经有点不太正常。那么如果他要是因为神经不正常被刺杀安倍啊，那真的是太遗憾的一件事情了。我记得美国总统当时那个里根呢，当年也是被一个精神上多少有些问题的人呢给刺杀了。最后呢，法院也没有判那个凶手服刑，而是直接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去了。那么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里头，像这样一种比较偏执啊，精神上比较偏执的人总是有，你没办法杜绝。所以呢，这些人怎么防范，让他们不要在社会上制造特别大的危害，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是第3个场。第4个呢，我们就去了警察局，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被关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里面。到了警察局以后呢，我们就发现警察局啊，就在用那一个蓝色的围布啊，把一个走廊啊两头都遮起来。很多记者就在那个外墙对着那个地方在拍。我们也跟那些记者聊，说他们为什么把它遮起来啊？那么有的记者就在猜测，说可能要把这个犯罪嫌疑人转移到检察院去，然后呢，汽车开到里面，让这个犯罪嫌疑人进到这个汽车，然后这个过程呢不能让别人拍到，然后呢这个汽车再开走。我们就在那儿等，一直等到早上9点钟，也没见这个犯罪嫌疑人出来。然后呢，我猜啊，可能是不是旁边是一个羁押室，那边是个审讯室，然后可以从中间过来啊，中间是个走廊给挡起来。然后那个有一个记者就跟我们讲，因为他一直在那蹲守，他说那边不是羁押室，就是一个停车场。然后我们等到9点多钟的时候呢，他那个蓝布都撤掉了，也没有什么反应。后来我们就离开了现场。我们总体来讲，在奈良的这个拍摄过程大致就是这些内容啊。北京的灵柩运回到安倍家，我们又拍了一点点。应该说我们是没有接触到什么核心信息的，这一点在我们去的时候啊，我们心里也有预期准备。因为这个其实像这么大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么临时赶到现场去啊，要想接触到特别核心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是想见证这样一个历史的现场吧，我觉得见证本身也是有足够的价值的。但另外一点，我想说一点体会啊，就是说，像日本发生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被刺杀啊，但是他的信息公开的程度啊是非常及时的。你比如说，安倍昨天是5点多钟被宣告去世的，然后呢，医院马上就出来召开新闻发布会啊，讲安倍的死亡的原因，心脏附近大面积出血导致的，对病情本身
死亡原因本身也都没有做任何隐瞒。同时呢，我们了解到安倍的遗体本身也做了解剖。然后呢，关于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呢，警方也在第一时间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个犯罪嫌疑人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他本身到底家里头什么状况，发现了什么信息，也都在第一时间披露给了记者啊。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使得你这些所有的记者，你在面对政府信息分享的时候，基本上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大媒体还是小媒体，你只要在新闻现场，你基本上就能获得这个重要的政府发布的信息。那么媒体需要比拼的就是你在其他方面挖掘信息的能力了。比如说，这犯罪嫌疑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去刺杀安倍？那很多媒体都在找他的亲人，找他的同学，找他的同事，试图去了解这个人，还原这个人。那这就比拼跟大家的能力了，对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面对政府的信息这一块，大家基本是平等的。这是我们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间的一点感受吧。另外一点呢，我昨天在去这个奈良的时候呢，网上很多人骂我啊，推特上啊什么之类的，包括微博上也有很多人把我的截图之后就骂我说我是今日啊、汉奸啊。我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说过好几次了，但是我不是特别想说，但我在这里还想说一点啊，就是说作为一个媒体人，不管我们是自媒体还是一个媒体人，遇到这么大的事情去报道，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是应有之义。我们国内的媒体，中央电视台其实也在现场报道啊，你能说这个报道本身就是在媚日、在汉奸吗？肯定不能这么讲，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国内的这种网上表现出来的对安倍去世之后的这种幸灾乐祸啊、无差别的攻击啊，只要你表现出一点儿啊，哪怕是中立的，不说是尊敬的，不一定是同情的，这种攻击啊，确实不太正常。很多人昨天也给我发信息，但是我也想说啊，这个应该不是中国舆论场的常态。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朋友圈，我自己的那些朋友们，我看他们在评价这件事情、表达自己感情立场的时候，多数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他们的声音无法成为舆论场的主流声音，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舆论场是劣币驱逐良币，能够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那些怎么说呢？极端的，各种各样，不过脑子的，甚至怎么说？非常劣质的，甚至让人看起来非常难受的这样一种声音，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还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下面发表的关于安倍去世的消息下面啊，有的有10几万个评论呢。那么多评论中间，那么多幸灾乐祸的，但要知道，我们国内现在评论都是可以审核的。他们平时在遇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那审核的可及时了。但是为什么遇到安倍去世的时候，有那么多幸灾乐祸的言论，他们听之任之呢？放任不管呢？在我看来，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体现的就是官方的意志，官方希望这种声音被表达出来，是这种类似于义和团的声音跟官方的这种声音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这是我认为中国舆论场最大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样一种状况被传到了境外，会被人误解整个中国的互联网的舆论场啊，就是这样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主流声音。你说这种状况对中国是好还是坏呢？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啊，我发自内心的说，这是对中国极其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安倍啊遇刺啊本身呢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啊，如果有正常的是非观，有正常的同理心，都应该出于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出于简单的中国人的角度去考虑。尽管在我看来，这两者本不应该存在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安倍本身又没有侵略过中国，而且他在任上的时候跟中国的关系总体来讲也比较积极。你想一想，这样一个政治家被一个极端分子在当街用行刑式的方式给刺杀，我们应该做什么？肯定是应该谴责这一个行刑者，谴责这恐怖分子，而应该同情被刺杀的政治家，对吧？这是人之常情，全世界所有的人，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表达这样一种情感。但是唯独中国的网民们所表现出来那样一种幸灾乐祸，我觉得真的是不正常。
他们简单的用中国人的那种偏执的立场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我要说啊，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个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共存，甚至还可以共同发展，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的价值观中间是有超越我们自己作为国别、作为中国人或者日本人这样立场的共同价值观。我们认为这种价值观可以使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间、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间，构成我们的共同基础。你想啊，如果我们凡事都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考虑，凡事都是从中国和日本对立的角度去考虑，那未来我们这个世界真的能够和睦相处吗？那一定是我们强大了就要打别人，别人强大了就要打我们，对吧？但是这个世界的逻辑本不应该如此，或者说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应该是如此。所以我的自己的观点就是啊，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呢，不需要忘掉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应该首先记住我们是个人。人既然是人，我们应该有人这个价值观最朴素的情感，就是谴责那些恶行，褒扬那些善行。